大家好，今天呢非常开心，要来帮大家体验的车款呢，路上非常的少见，而且呢也非常的稀有，你要有爱才买得下去。这辆车呢就是我眼前的这一台 Honda Hunter Cub CT 125。那这辆车呢是我一个朋友他所购入的，这辆车行驶里程还不到200公里，他购入之后呢就很大方的出借，让我来拍摄影片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。那首先呢，这辆车它是要一个农用野外的轻度林道用途的，所以说跟它的兄弟车款 Super Cub 125相比呢，这辆车它有许多针对这样的一个用路环境来做的设计变更。那如果大家对 Super Cub 有兴趣，也可以去看一下频道之前的体验影片。首先在车头的部分，它采用的是一个圆灯的元素，并且呢，这个圆灯呢已经换成了 LED 的灯光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圆形光环的日行灯条，看起来呢是非常的可爱。那 CT125 呢，它有另外一个特点，就是它的前土除的部分采用的是一个金属制的前土除。然后呢，因为要对应于恶劣状况的路面使用，所以它的前叉也加上了防尘套。在轮框的部分，采用的是钢丝框的配置，然后配上花纹颗粒比较大的一个配胎，它的前轮规格是80/90/17。那接着我们来到车辆的侧面，这辆车的侧面呢，它就是采用一个弯梁的设计，然后配上这个水平躺卧式的 125cc 动力单元，后方呢则是循环4档的变速箱。那么 CT125 因为它要对应于恶劣路面，所以说它的排气管是直接做一个上绕式的设计，然后呢底下还是保留了采发杆。这也是台湾国内呢7期环保之后啊，少数还有采发杆设计的车辆。那这个采发杆呢，它其实非常的好踩，你只要把车辆的电门打开，进入空档，然后呢把车立直，刹车按好，接着用力的往下踩下去，车辆呢很轻松就会发动了。那么在这边呢，大家也可以顺便听一下这台 CT125 它的排气声浪。那接着呢，我们来到车身的左侧，这辆车呢，它为了对应于涉水的需求，不但排气管有做一个上绕抬高的设计，连空滤也是有做一个上绕抬高的设计。它的空滤管呢，一路从车辆的左侧延伸，然后一直往上到后货架这边，所以它的整个进气的高度啊是高过于轮胎的。也因此呢，这辆 CT125 它的整个涉水的极限深度是可以高达70公分。那在这边呢，也可以看到它标配的是一个有后打的打挡杆，然后呢，在它的后方这边呢有一个黑色的盒子，这个黑色的盒子呢是它的工具箱。那在这边呢，它有一个设计啊，非常的有意思。首先呢，你要先拿出你的钥匙，然后打开，这边呢就可以把这个坐垫掀起来。坐垫掀起来之后呢，这边就是它的加油孔的位置所在，然后在后面这边有一只6角的扳手，那你要把这个6角扳手拿起来，然后去开后面的这个工具箱，才可以把里面的工具给拿出来。这个设计啊，非常的好玩。那 CT125 呢，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后货架，它的后货架设计非常的宽大，原厂的这个标示呢，就说它可以承重20公斤，但是呢，有买过这台车的车主应该都知道，这个后货架能耐啊，绝对不止这个20公斤，你甚至要做一个成人上去啊，它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它的整个后货架都是金属制的，非常的粗勇。好，那接着呢，因为这辆车它有中柱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来练习一下取架车。首先，我们把车扶起来，这辆车呢非常的轻盈，所以说你大概一只手就可以扶了，然后脚稍微踩稳，轻轻一带。它的这个取架车中柱的省力设计没有像国产的速可达这么的好，所以你在带起来的时候呢，跟放下去的时候，你可能还是要稍微费点力的，尤其是在拉起来的时候。好，你可能还是要稍微有一个力量把它往后带，它才可以比较好取车架车。那么在跨座上车的部分，我们来看看。这辆车它的官方标示座高是800mm 这么高，也就是80公分的座高。但是呢，因为它的前后避震器的形成跟阻尼的 Q 弹度比较好，所以你在坐上去的时候，它避震器沉的这个量比较多。也因此，我身高172公分，两只脚是可以平踏于地面的。所以它的着坐高度啊，大家不要被这个坐高给吓到，它其实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可怕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我们把仪表板打开，它采用的是一个圆形的
单色的液晶仪表板，非常的可爱。那它显示的资讯呢也非常的简单，上排这边有油量，中间是时速表，底下则是它的里程资讯。好，那么在整台车看完之后呢，大家应该不难发现，这辆车呢，它有许多配备啊，都是非常的简单耐操为取向，不管是防尘套啊、钢丝框等等的，还是踩发感，这些呢都是为了它的一个设计使用需求，是在林地、农地或是在一个比较路面状况不好的地方。那这一次的上路体验呢，我也会找找看有没有这样的地方，然后来帮大家实际体验一下。但是因为这辆车是我朋友的新车，我当然不会把它拿去飞飞跳跳的，不然的话这个太对不起我朋友了。实际上路还是会以路上为主，那如果有一些不良的路面，我再来帮大家体验一下。OK， 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上路骑乘吧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找到一个在地人推荐啊，可以稍微越野的一个农路。这条农路呢，最近刚好他们在插秧啊，所以说这个路面品质啊，有点泥泞，不是这么的好。这辆车它的好处就是它很轻，在 CT-A5它的车重不重，然后呢，它的避震器行程也比较长，所以在刚那种泥泞的路面啊，你稍微能站起来，然后补点油门，不用补太大力，你就可以稍微的用它的这个扭力啊把它脱困。而且呢，因为它车重不会很重，然后动力也不会太大，所以你不会像大排量车款的，就是你一吹油门马上就有那种挖地瓜的情况发生。好，那这边呢就比较像是碎石路面，然后前面是接一个上坡，我们直接油门给它下去，看一下爬坡能力怎么样。哇，其实还不错哎，一鼓作气就爬上来了。再来下这个坡看看。哇，哎呦，我稍微站着一下。哦，它的 ABS 有点在介入了，可是因为它避震器其实很长，所以这种轻度 off road 啊，其实难不倒它的。然后，因为它是采用离心式离合器的设计，所以说它在滑下来的时候，你也不用担心说，你的离合器没放好，或者是说你的这个转速没有掌控好，它会有熄火的状况，都不用担心，你就是慢慢的滑，专心的控制你的姿态跟你的刹车就可以了。那因为这台车很小的关系啊，所以说你在这种农路要回转呢，其实也非常的方便，难不倒它。我再来一次就可以了，有没有？它的跺脚非常的大。老实讲，在上次从台本体验 Super Cup 之后啊，我到现在都没有体验过循环档的车子，所以在一开始的换挡操作上面啊，可能会稍微需要熟悉一下下。循环档跟国际档最大的不同就是，国际档是一踩二勾，那 N 档在1、2档的中间，像是阁楼一样的存在。而循环档呢，则是初始档位为 N 档，然后你往下踩是1档，继续往下踩是2档、3档、4档，那再踩回来呢，就会变成 N 档。可是在这边呢，大家一定就会有个疑惑：万一我在4档的时候再给它用力往下踩下去，那不就回到 N 档，车子就会滑行？那我不小心很紧张又再踩一下，它不就回到1档？这样子不就会整个顿挫，然后我就飞出去了吗？其实Honda也有帮大家想到这个点，像现在我的档位在4档，你看我不管怎么踩啊，车子都是不会进空档，也不会进1档的。现在呢，这个循环档的新车呢，他们基本上都会有一个防呆的机制，就是说，你车子如果在4档，你不管怎么踩，只要在行进之间呢，它都不会进空档。像现在停止下，我一踩又进空档，再踩它就进1档，那往后踩也是一样，进空档。回到4档，非常好玩。你在静止的时候呢，基本上你怎么踩都没问题。但是你在行进之间呢，你是无法从4档踩回1档，或是从1档直接踩进4档的。它的这个防呆是做的还不错的。那么因为这台车它只有4个档位，所以它每个档位之间的这个齿比啊，它的这个宽裕度都还蛮大。那这也让它的这个档刹感受啊会比较重一点点。它不像6档的这个变速箱，因为它的齿比是比较绵密的，所以说它在退档的这个引擎刹车上面啊，这辆 CT-A5 它就是会比较重。像现在我用3档40公里骑乘，假设现在我要给它退2档的话，我收油门退2档，当我们看到车子会往前顿一下，它的这个引擎刹车的感觉啊是还蛮明显的。那
你要退档的话呢，要么就是你的速度降到一个程度之后再去退，要么就是你退档的时候啊，适时的给它补点油，像现在一样40公里，我退2档补油，有没有？这样就顺了。所以这一辆车呢，虽然它是采用一个新手友善的离心式离合器设计啊，但是如果说今天你要进退档的话呢，你可能还是要有点技巧。进档的时候油门要全收再进，然后再马上补油。退档的话也是一样，要补个油，让它的这个档位跟档位之间的断差感不要这么重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进到山路的体验。现在我的档位是2档，进3档。哦，它的这个扭力感啊，其实还蛮充沛的。进弯，整辆车在山路上面骑乘起来的感觉啊，就是很轻松。就算在这个下坡啊，其实你打到4档去，你也不会觉得它溜得很快，或是说它的速度快到让你会怕。那再配上它的这个车子的轻巧设计呢，你在进弯前就稍微刹个车，然后慢慢的进弯。整辆车它的动态啊，虽然你没办法跟像是 R15啊，或是说像是小阿鲁这种正统的轻档车相比，这种弯梁车它在车架的结构上面先天上还是有所不同的。可是它给你的就是一个非常轻盈而且非常自在的骑乘感受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掉头回来爬坡，50进3档。车子的爬坡，因为排向的限制，它就爬得比较慢。而且呢，像现在，比如说你要进弯，好，你收油门，好，出弯补油，好，收油门，出弯补油，你就觉得，车子的动力好像上不大来，你就一定要退个档，你才会觉得，哦，原来车子的这个动力限制啊，是很明显的。因为你在上坡，你只要进出弯的一个减速，你就很快要退档，才能获取你所需要的出弯的加速力道。也就是说，今天如果你要很快节奏去攻克山路的这个上坡呢，这辆车它可能会有点力有所难啦。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只是想一个兜风骑，然后或是说你在一些非铺装路面呢，你想要它有一个比较好的爬坡力道，这辆车的这个档位啊是足符应付的。骑在这种小路里面啊，你也会觉得这一台 CT125它是非常非常灵活的，好像就是专为这种小路而生的车子。它的把手很高，然后它的龙头很轻盈，所以说你在骑乘起来转打龙头，整个骑乘的体验上面呢，你都会觉得这台车它就是一个非常舒服的骑乘姿势，然后配上一个非常舒服的骑乘节奏。那今天呢，你想要在小林道或是这种小路里面稍微的享受一下驾驶乐趣，这辆车没问题，因为它的档位就只有4个档位，你可能在常用的档位区间呢，就可以一档玩到底了。那就算你要爬山，或是说你要跑省道，这辆车它也是可以跟上一般速度的这个速限。哇，你看，一到上下班马上就变带转大富翁。这辆车在台湾有什么缺点呢？首先就是在日本这辆车不用带转，在泰国这辆车也不用带转，然后呢，在全世界各地这辆车更不会受到内线进行机车的影响，但是在台湾它会。那另外呢，就是这台车我觉得最大的缺点啊，莫过于它的售价了吧？能买下去啊，这个售价真的是要很有爱。像我朋友呢，他就是那一个很有爱的，他很喜欢这台车，他没有在玩车，他也不会想去买什么大排量车款，那他也不会去把整台车改了一堆精品上去，他没有喜欢这些东西，他只是喜欢这台车的外形，还有它所散发出来的氛围跟风格，这就是一个纯纯的爱。那你有爱才没有障碍，才可以买得下去。所以这辆车最大的缺点呢，其实就是你有没有爱而已。如果你没有爱，这台车你怎么看它都是缺点，因为以16万的价格啊，说实在的，在台湾你都可以买到黄牌的速可达了，那为什么你要去买一台125的白牌的商用车的衍生车款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这辆车在台湾呢，我觉得它的客群啊，锁定是很明显的，就是你喜欢这样的一个风格，你喜欢这台车，而且呢，你对这台车的售价你也有爱，那自然而然的其他缺点，我觉得都不是什么太大的缺点。对于这个车主朋友，他也是
这辆车就是它的房卡。那它平常代步上下班都有4轮在代步，这辆车就是它放在它的露营车后面出去试驾要用的车子。所以说这辆车它的配备怎么样，长途的舒适度怎么样，还是说它有没有一些安全的电控等等的，对他来讲其实都还好，因为这辆车它的里程数终究不会高，它可能就是在露营区附近骑一骑，看这种林道小越野的感觉。这辆车就是他的一个心中的一个方卡的梦幻代表。那现在呢，在一个因缘智慧之下，他就是理智断线的给他圆梦下去。那回来之后，他也是跟我讲说，他根本没有要买车啊，他只是想说去看一看而已。谁知道看一看，定金就给他付下去，然后过个几天呢，车子就领好牌了，就签回来了。那也要谢谢他啦，这样子突然的理智断线，所以大家才有这台 CT125的体验分享可以看。OK， 那这一次的体验呢，就到这边咯。这台车，如果你有爱的话，那其他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。好，我们下次见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